我与相亲对象的小叔叔一同待在房间内，恰在此时，他的白月光踏入了此地，他不由分说地将我的头按下，藏到了桌底之下。在我于国外肆意醉生梦死的第8个年头，苏女士终于离开了国外。深夜时分，我父亲从国外打来一通电话，语气中满是沉重：“你母亲今日去了医院，情况不太乐观，你赶紧回来一趟吧。”我立刻收拾行囊，迅速离开。在豪华酒店的包间里，苏女士光彩照人，满面笑容地迎接了我。我心中疑惑，不是说好情况不好吗？苏女士轻轻踢了我父亲一脚，嗔怪道：“我不过是崴了一下脚，都怪你，总是大惊小怪的。”哎呦，老婆，别乱动！我父亲连忙扶住她的腿，心疼地揉了起来。苏女士的脸瞬间变得通红，别这样，闺女还在呢。风尘仆仆拖着行李的我说道：“不用管我，你们开心就好。作为一个常年吃狗粮的专业户，他们要是不把我杀了助兴，那可真是父慈母爱。”苏女士关切地问：“饿了吧？”“谢谢，我已经饱了。要是以后我不幸离世，别问，肯定是被狗粮给撑死的。回家吧。”我拖着行李准备离开。别急，等人来了一起吃了饭再回去。苏女士微微一笑：“给你安排了一个乡亲。”我顿时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，骗我回来就为了乡亲？什么叫骗？你妈这不受伤了吗？我父亲不满地皱起眉头：“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一直在国外瞎混，也没见有什么出息，结婚也能让你定定心。”苏女士连忙附和道：“就是，况且贺家那孩子不错，性格温和沉稳，和你这野性子正好相互弥补。”我的心猛地一抖，问道：“哪个贺家？还能有哪个贺家？就是你小时候常去的贺伯伯家，忘了？”我一时想不起什么贺伯伯，脑海中却浮现出另一张脸庞。在巴黎阴雨的街头，那个男人叼着烟，举止从容温雅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苏田，哪个苏，哪个田？”原来竟是贺青川的贺家。苏女士自信满满地表示：“贺云生小时候就喜欢跟着你跑，你们肯定能合得来。”没可能，我头疼不已，我拒绝。话还未说完，包间的门便被推开了。贺家来的人不少，包间内瞬间变得热闹起来。苏女士忙着和众人寒暄，我则紧紧盯着人群中搀扶着贺老爷子的那个人。嘈杂的人声中，他清冷地站在灯影之下，西服剪裁出的身姿笔直，俊美面庞上的金丝镜框折射着水晶灯的冷光，显得金贵而疏离，让人望而生畏。我眯起眼睛，心中暗暗腹诽，真是个斯文败类。我突然改变了主意，似乎被骗回国相亲这件事也没有那么让我讨厌了。我的目光过于直白，贺青川淡淡地扫了我一眼，那双眼皮微褶的狭长眼眸中透露出沉静漠然的神情。四目短暂交汇，我玩味地挑了挑眉，用口型吐出一句话：“我想死你了。”贺青川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，冷漠地移开了目光。哼，他这是跟我装起来了呀！我的反骨一下子就被勾了起来，扬起笑脸，甜甜地叫了一声：“贺爷爷。”老爷子推了推老花镜：“小田，快过来让爷爷看看。”我计谋得逞，乖巧地坐到了老爷子和贺青川中间的位置。坐下时，我的裙摆有意无意地蹭过了贺青川的腿，他丝毫没有反应，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行，挺沉得住气的。老爷子上下打量着我，满脸慈祥地感慨道：“几年没见，小丫头都长大了，模样和小时候一样俊俏。”我也很会来事，顺着老人的话，把他夸得眉开眼笑。你这丫头竟会哄人！老爷子笑呵呵地指了指自己旁边的孙子，不像我们家小申，闷葫芦一个，以后你可得多提点他。我这才注意到我今晚的相亲对象贺云深。说实话，我还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惊讶，记忆还停留在8年前出国的时候，贺云深还是个满脸青春痘的傲娇大少爷，如今却又高又帅，温和有礼，变化之大令人啧舌。他正看着我，礼貌地打招呼：“苏田，好久不见。”我也客气地和他寒暄了一句，便没了话题。老爷子倒是很会找话题。小田这几年在国外都学了些什么呀？学的可多了，我掰着手指头数着，设计、管理、理财等等，都学得不错呢。说着，我转头看向贺青川：“是吧，贺小叔叔？”我故意停顿了一下：“这些可都是您亲自查验过的哦。”贺青川正微微侧着身和右手边的人说话，听到我的话后才转过头来，与我笑盈盈的眸子相对，他面无表情的启唇道：“别吹牛，别带上我。”该死，他挺嚣张啊。就是别吹牛了。我父亲爽朗的大笑起来，挖苦了我一番之后，他很客气的对贺青川说：“青川，辛苦你帮我照看这丫头几年了，不然这丫头能给我捅出天大的篓子。”应该的。贺青川的语气很平淡，俨然是长辈照顾小辈的姿态。我低下头，唇边勾起一丝讥笑的笑容，确实挺辛苦的呀。菜陆续端了上来，大家纷纷动起了筷子。桌上众人谈笑风生，无人知晓桌底下我敲着二郎腿，将搭在上面的左腿往前伸着，脚趾轻轻地蹭着他的脚踝，肆意地游走着。贺青川面色从容地瞥了我一眼，眼底的冷漠让人不寒而栗。他在警告我。我无辜地眨了眨眼睛，飞快地丢给他一个挑衅的眼神。啪的一声，包间里的灯突然熄灭了。桌上众人都在疑惑为何会断电，黑暗中一只手紧紧握住了我不安分乱动的腿，那干燥的掌心温热透过薄纱裙摆传递到了肌肤上。他靠近时低沉的嗓音中充满了警告，适可而止。我偏过头看向他，
在黑暗中，我们的距离近在咫尺，呼吸交缠在一起，唇角抵着他冷硬的下颌。我咬着牙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。天不，黑暗中看不到贺青川的表情，但那压迫感却冷冽逼人。要是换做以前，我肯定会怕他，但现在我只想弄死他。自从看到他出现在这个相亲宴上，我的心中就仿佛燃烧着一团炽热的火焰。他岂不是以为我就如同那任他随意操控的小绵羊一般？此刻却若无其事，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。可我偏偏就要去刺激他，我心中有恃无恐，将手搭在了他握住我的那只手上。在我掌心之下，男人手背处那如同叶脉般的手骨经络清晰可见。在巴黎的诸多夜晚里，这只手曾肆无忌惮地撩拨过我的每一寸肌肤。他还想不认账，想的可真是太美了。贺青川猛地推开我的手，往后撤了撤，拉开了与我的距离。下一秒，灯光陡然亮起。这狗东西还挺会把握时机的，我怀疑这断电之事就是他暗中搞的小动作。在众人面前，贺青川衣冠楚楚，金贵沉稳，他断然不会在长辈面前与我撕破脸。只有我才见过他人后的模样，哼，简直就是衣冠禽兽。贺青川又恢复了往日的从容，说了声要出去打个电话，便离开了包间。我顿时觉得索然无味。桌上众人说了些什么，我一个字都没往耳朵里进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苏女士依旧喋喋不休。贺云深那孩子真的很不错，温和又有礼貌，也不爱玩耍，勤奋上进。你好好和他相处，他以后肯定会是个顾家的好老公。我心中有些烦躁，我和他没可能。为什么？苏女士激动地提高了音量。因为我和他的叔叔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在心里默默回答，却没有胆量说出口。当年我出国，我父亲托付贺青川照顾我，原话是这样说的：青川叫我一声哥，他也就是你叔叔，有他照顾着你，我100个放心。如果我父亲知道贺青川竟然把他的女儿都带到床上去了，那非得伤他100个心不可。我心中满是惆怅，真的不敢说出来。累了，以后再说吧。我装死躲避苏女士的追问，反正过不了多久我偷偷回巴黎，他们也拿我没办法。然而想象总是美好的，现实却往往十分残忍。几天后，我准备购买机票，却发现护照不见了。苏女士优雅地通知我，在结婚之前你哪儿都不能去。我极力抗争，却被我父亲暴力压制。他一个大耳光扇过来，撵着我在屋子里乱窜。我们就你一个孩子，整日往外跑，生你有什么用？他痛心疾首地说道，当初还不如让你母亲生块叉烧，至少还能吃。我好心提醒他，龙生龙，凤生凤。你这是在骂我母亲是块叉烧吗？赵景行，你这是在指桑骂槐吗？苏女士当即怒喝，不是老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好了，没我的事了。为了解除我的苦闷，几个闺蜜为我举办了一个接风洗尘的宴会。就是去蹦迪。我这个浪里小白龙，在长辈面前装乖扮巧这么久，一听到那爆裂的重金属音乐声，血液瞬间就沸腾了起来。就在我扭着腰肢疯狂嗨到一半的时候，酒吧卡座那边忽然开始打起架。我本来随着人群往外跑，但不经意间就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在卡座方向，我那个一直以来都温和踏实的相亲对象贺云深，他懒洋洋地拎起一个啤酒瓶，嘴角微微一勾，猛地扬起手，将瓶子砸在了对面那人光秃秃的脑袋上。我简直都看呆了好吗？我真是脑子犯抽，特不敢相信地喊了一声贺云深。贺云深转头看过来，显然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我，脸上那邪似的笑容都瞬间凝滞了。就在他分神的这一瞬间，他那帅气的脸庞来了重重的一拳。靠！贺云深顿时火冒三丈，凶狠地抬起脚，将对方踩在了桌上。1个小时后，我和贺云深双双被扣在了执法机构审讯室外的椅子上。他打架那是罪有应得，可为什么我也会沦落到和他一样的下场呢？就因为我脑子犯抽喊了他那一声，他的对手就连我也一起揍了。我可是那种能受这种气的人吗？然后就到了这里。贺云深看着我那披头散发、蓬头垢面的模样，我看着他那鼻青脸肿、衣衫褴褛的样子，我们默默对视了2秒，然后都呆滞地看向对面那白花花的墙壁。我妈说你温和踏实，以后肯定是个好老公。我爷爷也说你乖巧懂事，以后会是个贤妻良母。我都是装的，巧了，我也是。短暂的沉默后，我们2个都笑成了傻子。贺云深虽然被揍得像个猪头，但他一挑眉那股邪气还是挺能撩人的。他不正经地问道，那我们处吗？处你个妹！之前在相亲宴上，我们总共也就说过2、3句话，彼此之间都很矜持和疏离。其实吧，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，他比我还小1岁。我少年时期就十分狂野，整日领着一帮小屁孩为非作歹，把大人们都弄得头疼不已。而贺云深那时候并不跟我们一起玩，就是一副傲娇的样子，其实心里可羡慕我们了，所以大人们经常能看到我和一群孩子在那里嘻嘻哈哈。贺云深则在旁边臭着一张脸，不加入但也不走。今晚这一闹，我们一下子就回到了之前那种熟悉的状态。执法人员要叫家属来赎人，我死活都不肯。我指着贺云深随口扯谎道，我和他在一起，家属都一样。贺云深也很配合，我未婚妻。然后我逃过了一劫，只需要贺云深一个人去叫家属就可以。他还挺讲义气，豪气地说道，哥罩着你。我刚想夸赞他，下一秒他突然抱着脑袋，
整个人都蜷缩了起来，哀嚎道：“我明明给周叔打电话让他来赎人的，为什么来的是我小叔叔？”他吓得脸色都白了，完了，全完了。当看到和执法人员一起走进来的贺青川时，我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。不过我这个人就属嘴巴最硬，所以当贺青川冷冰冰地看过来时，我十分硬气地先发制人：“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洛娜？”贺云深嘴巴张得老大，惊呆了：“牛逼啊！”昂起下巴，用眼神告诉他：“姐姐罩着你。”贺青川这狗东西，我不把他气死，还留着他过年吗？效果十分显著，贺青川的脸色肉眼可见地阴沉了下来，目光如同利刃般刮过我。当然，结果也很惨烈。贺青川签字赎人，执法人员问道：“那这位小姐？”“不认识。”贺青川头都没抬。我，糟了，猖狂的太早了。贺先生，既然你们是一家人，你索性一起把人带走吧。执法人员小哥着急下班。一家人？他说自己是您侄媳，难道不是吗？贺青川拿笔的手顿了顿，在灯影下，他的侧脸轮廓显得薄冷。过了半晌，终于大发慈悲地说道：“那就一起吧。”我长长的呼出一口气，老老实实地低着头，跟着贺青川离开。没办法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凌晨3点的街头，晚秋的风已经带有一丝凉意。我和贺云深就像两个犯错的小学生，低着头挨在一起，试图把对方当作依靠。就像是在挨训时分担火力的依靠。滚！贺青川冷冷地丢下一个字。我哆哆嗦嗦地抬起头，原来他是在和贺云深说话。好的，小叔叔。贺云深这没出息的家伙，脚底像是抹了油一样，立刻就准备开溜。等等我也赶忙起身跑去。贺青川的目光悠悠地扫了过来，站住！贺云深这个没义气的，给我留下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，然后就跑得没一会儿。我气得不行，狠狠地瞪着贺青川：“你说站住就站住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笑话！出了执法机构的门，我怎么可能听他的？”贺青川眯起眼眸，悠悠地看着我。贺青川慢条斯理地拿出手机，挑眉问道：“要让你爸来接你吗？”他的语气听起来那么温善，就好像真的在礼貌地询问我的意见一样。卑鄙！看着他那缺德的样子，我心中10000只草泥马在奔腾。司机恰好在这时把车开了过来。上车后，贺青川轻嗤一声：“都多大年纪了，还学人打架？又开始教训人了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：“别问，问就是我比你年轻，比你体力好，比你厉害，就凭这资本，打个架算什么？是吗？”贺青川闲适地勾起唇角：“我怎么记得之前哭着说没力气的人是你？”我几乎是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脸瞬间烧了起来，又羞又愤地瞪着他：“闭嘴！”这就恼了。贺青川转头与我对视，眸色深晦：“之前聊我的时候，胆子不是挺大的吗？这是在秋后算账呢。那天在相亲宴上，我是仗着有长辈在，故意想给他难堪的。当时他一副人模狗样的样子，不为所动。现在没人了，就敢露出真面目了。我哪有你厉害啊？”我阴阳怪气地拉长了语调，让侄子和自己曾经的女伴相亲，还亲自到场把关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越想越气，磨了磨牙，冷笑一声：“怎么想玩刺激的呀？”贺青川不置可否，语气淡淡的：“你们成不了的。”他这副运筹帷幄的姿态让我顿时很不是滋味，甚至还有些心酸。在巴黎的那6年，贺青川似乎永远都能胜券在握。分开后的这2年，我一个人留在巴黎，不管我爸妈怎么催，我都不肯回来。贺青川在这其中的功劳可不小，一想到这些，还是会觉得很心酸。我垂下眼眸，将多余的情绪隐藏起来。别这么自信，凭什么他可以这么自信？我突然就被触到了逆鳞，故意说道：“我和贺云深也算是青梅竹马吧，而且我爸妈还很喜欢他。”我偏着头思考了一下，笑了起来：“我们说不定真的能成为一家人呢。”贺青川靠着椅背，按压着眉骨，懒得搭理我。他这样的态度更加激发了我的斗志。我身体往他那边倾斜，看着他的侧脸：“你说，到时候我该叫你什么？是贺小叔叔，还是……”我顿了顿，舌尖轻轻吐出一声：“阿川，阿川，阿川。”这是曾经无数个夜晚专属的昵称。贺青川在这时垂眸看我：“别挑事。”我挑什么事了？我无辜的眨眨眼，难道我说错了？贺青川抬着下颌，忽然嗤笑一声：“苏田，你也就敢在我跟前撒野？”那挑衅的语气，言外之意就是你有种就去你爸妈那闹去。我一下子就泄了气。他是拿准了我不敢让我爸妈知道我和他的事。在巴黎的那几年，每次我爸妈给我打电话，就算贺青川在旁边，我也要躲起来接电话，就怕被他们发现什么端倪。一开始是觉得麻烦，怕他们把事情搞得更复杂，后来就成了习惯，觉得这样也挺好的。现在时过境迁，我更加不敢和他们说了。被贺青川拿住了软肋，我心里有些心虚，但我就是不服气。不要得意，我鼓足了劲儿气他，以后我就当你侄媳，去你家继续闹去。贺青川摘下眼镜，侧脸的轮廓染上一线阴冷的神色。他偏偏语调很慢，还带着一丝笑意：“再说一遍，你想当我的谁？我就是这么没出息，心都哆哆嗦嗦的。”幸好车子在这时停在了我家的大门口，我飞快地推开车门下车。第二天，我一直睡到中午才爬起来，很是神奇，苏女士竟然没有数落我。从小到大，她总是耳提面命，
女孩子一定要自律，所以我在外面怎么浪都没关系，在家里却连一个懒觉都不敢睡。昨晚和小申出去玩了，我屁股刚挨着沙发，苏女士就开口问道。我的眼皮猛地跳了一下，谁和你说什么了？难道是贺青川那个狗东西已经向我妈告状了？没人，我猜的。哦，我暗暗松了口气，逃过一劫。看来贺青川还没有坏到那种丧心病狂的地步。苏女士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敏锐地抬头看着我，你刚才紧张了？不愧是亲妈，有这样的亲妈我也不差，比拼的就是一个心理素质。这有什么好紧张的？我若无其事地躺在沙发上。贺云深可是你们挑的人，他并没有看出什么，也就不再追问，转而岔开了话题。你好好和贺云深相处着，闲着没事的话，明天就去公司上班吧。不去，我要自力更生。苏女士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别开玩笑了，就你这样的，去别人的公司不出3天就得完蛋，我还就不信了。为了争这口气，我十分利落地给自己整理了一份漂亮的简历，开始了我的找工作之旅。我信心满满的准备给苏女士一个耳光，没想到现实先狠狠地给了我一耳光。我投出去的简历就像石沉大海一样，一点回音都没有。我心情郁闷地和闺蜜视频聊天，难道我真的这么差劲？那不可能，你很棒的。闺蜜很会安慰人，这3年找工作难是很正常的。好吧，我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。聊天的过程中，某招聘平台突然弹出一条信息 ：YZ 人事专员对你非常感兴趣，想要一份你的附件简历，你是否同意？对方的效率还挺高，第2天就约我去面试。一个圆脸短发的女孩领着我上了顶楼，我们老板在里面等你。正巧苏女士打来电话，我下意识地压低声音，得意洋洋地说道：你女儿要准备去面试了，而且还是老板亲自接见呢。老板这么闲的公司能靠谱吗？别瞧不起你女儿好不好？好歹。女孩已经推开了一扇门，说道：进去吧。不说了，等我好消息哦。我匆忙地收起手机，我努力扬起一个得体的笑容，说道：你好，我是。然而当我看清办公室里的人时，后半句话就如同鱼刺一般硬生生地卡在了喉咙里。此时正坐在办公桌后奋笔疾书的男人，除了贺青川还能有谁呢？我整个人都瞬间变得不好了，空气中的凉意渐渐侵入我的肌肤，我被他那冰冷的目光盯得心里直发毛。算了，懒得理他，我的脚刚准备动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：贺总，周小姐来了。周小姐，我几乎是瞬间就想起了这个名字。那天早上我一推开门，就看到了漂洋过海而来的周薇，她穿着我的睡衣，睡眼惺忪地从卧室里走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腕突然被她紧紧地扼住，我从记忆中猛地回神，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就被贺青川塞进了办公桌底下。我心里简直要杀人了，我试图挣扎，但贺青川的手掌就紧紧按在我的脑袋上。我毫不怀疑，如果我敢反抗，他一定会加大力度把我按回去。他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强势的人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竟然硬生生地逼着自己冷静了下来。妈的，这个狗男人以为我会乖乖配合他，躲在这里不出声吗？等会儿我非得吓死他的青梅。高跟鞋踩在地毯上的声音很轻，我听见周围温柔地唤着他青川。虽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，但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的血液还是不由自主地沸腾了起来。他叫的可真亲密啊。贺青川的语调听不出任何波澜，但他的身体微微前倾，拿下了唇上正要点燃的烟。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就让我心中五味杂陈，真够呵护他的，连烟都不点了。听我哥说你最近很忙，我给你煲了点汤。周薇说道。贺青川没有拒绝，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周薇聊着一些无关痛痒的生活琐事。虽然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但我还是浑身不舒服，默默地翻了个白眼。更让我恼火的是，贺青川竟然能够如此从容不迫地应付着周薇，而他按在我脑袋上的那只手也一点都没有闲着，他的手指在我的脸颊上游移，指腹轻轻地触碰着我的唇边，仿佛只是一个无意的举动。我强忍着怒火，那股子气儿直往上冒。狭小的空间里，我动弹不得，映入眼帘的是他那笔挺西装下微微露出的脚踝，骨节清晰可见。耳畔回响着贺青川和周薇欢快的谈笑声，一想起过往的那些事儿，我心中的怒火愈发旺盛。我终究没忍住，微微张开嘴唇，狠狠地咬住了他的手指。贺青川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，但这可恶的家伙真能忍，脸上丝毫没有流露，愣是没让周薇察觉到一丝异样。我岂能就此罢休？加重了咬噬的力度，又咬了一口。他虽疼得厉害，但依旧没出声，只是反抗着抵住我的牙关。我被气得泪花闪烁，差点就叫出声来，却被他反手捂住了嘴。我还有事，回聊。贺青川此刻冷淡地下达了逐客令。周薇听话地起身离开，直到那脚步声消失在开门声之后，他才松开手将我拉了出来。等我缓过神来，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竟然真的任由他摆布，没让周薇察觉到我的存在。这个认知让我怒火中烧，抬脚狠狠地踹向贺青川。你是不是有病？我气得眼冒血丝，为了哄你的现任就这么对我？贺青川既没躲避也没阻拦，真被我狠狠地踹了一脚。他嘴角微微上扬，他算哪门子的现任？你们没在一起？我愣了愣，气焰顿时弱了下来。贺青川抿着嘴唇，没有回答。这不应该啊！我不怕死地阴阳怪气的笑道。
这么一个温柔婉约、我见犹怜的大美女，深情款款地环绕在你身边多年，你的心就算是石头，也该被焐热了吧？贺青川依旧不接我的话茬，只是眼眸中透着一丝阴凉的逆着我。终于逮到了可以挤兑他的机会，我当然不会就此罢休，兴致勃勃地追问：为什么？被我问得不耐烦了，贺青川冷冷地开口：八字不合。我一阵无语，转而怒火又升腾起来。那你还把我藏在桌底？我原本以为他把我推到桌底藏起来，是怕周围多想不高兴。不可否认，当被他按在那狭小的桌底时，委屈几乎将我淹没，甚至觉得自己这几年在贺青川身上耗费的青春都白费了。可如今这么一闹，似乎又不是我所想的那样。抱歉，这是我的条件反射。贺青川抽出纸巾，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手指。条件反射，我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，冷冷地看着他。贺青川的手格外好看，白皙的指骨修长。当我看到他被我咬出的血痕，我的脸颊顿时滚烫起来，脑海中如同电影般闪过无数过往的片段，真是丢死人了。贺青川，你个变态！我连看他的勇气都没有了，落荒而逃。我一口气冲出了大楼，跑得太快，没留意前方的路，径直撞到了迎面走来的人身上。哎呦！他痛苦地叫了一声。我揉着撞疼的脸，看清面前的人是贺云深后，尴尬地小声问道：你没事吧？你说呢？贺云深语气不善：我的肋骨才刚恢复一点，现在又被你给撞得更严重了。我是知道的，前阵子在酒吧打架，他的胸口确实受了点伤，不过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我送你去医院吧。去医院就算了。他按着胸口，表情看起来很痛苦，扶我到车上歇会儿吧。我真没有故意怀疑他在趁机讹我，但是我确实从他的眼中看到了那一闪而过的狡黠，转瞬即逝。好吧，是我的错，我也不能抵赖。我听话地扶着他回到车内，贺云深瘫在座椅上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，帮我揉揉。只要不是傻子，都能看出他那点小心思吧。我没好气地推开他，再装我真把你的肋骨给弄折了。冷血的女人。贺云深装不下去了，捂着胸口挪开了一些。知道就好。贺云深认命地回到驾驶座。行，小爷不和你计较。送我回去的路上，贺云深才想起问：你来公司找我小叔叔？他一提，我的耳根子又莫名地发烫起来，不自在地转头看向窗外。怎么可能？我最近在找工作，不小心把简历投到他公司来面试的。贺云深半信半疑，快速偏头看了我一眼。那你为什么脸这么红？我被他问得心虚，胡乱扯了个理由，遇上个变态。什么变态？贺云深提高了音量，咬牙切齿地问道：快跟我说是哪个孙子欺负你，我现在就去把他的脑袋拧下来。我的心都快颤了，没想到他的反应会这么大。要是贺青川知道自己的侄子叫他那侄子这么称呼他，表情肯定很精彩吧。这么想着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开玩笑的，你别这么紧张。贺云深不吭声了。几分钟后，他吊儿郎当的挑眉问道：苏田，真不考虑考虑我？又提这事儿。我白了他一眼，你别以为你爸妈让你相亲你就委屈，我才不信呢。贺云深在长辈面前装乖，背地里可不像个善茬。他能心甘情愿来相亲，鬼才信。逼我？贺云深拽拽的扯了扯嘴角，我不愿意做的事，谁能逼得了我？我想起那天在执法机构看到贺青川那怂样，故意调笑道：你小叔叔就不怕？贺云深的脸一下子垮了下来。是啊，我爸妈来家里商量相亲的事，爷爷和爸妈让我自己选择，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小叔就点头答应了。他很郁闷，他都点头了，还能有我什么事儿？听他满腹委屈的抱怨，我本应该笑话他的，但此刻却怎么也笑不出来。原来是贺青川点头答应的呀！明明知道自己和我有过那样的过去，竟然还安排我和他侄子相亲，这也就算了，他还屡次三番的撩拨我。我想不明白，心中一阵阵的恶寒感涌上心头，难受的抓心挠肺。贺云深又唠叨了一遍，语气一转：不过我也不全是被逼的。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，也没心情听下去。贺云深，让我静静。贺云深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，也就不再说话。直到我在家门口下车，贺云深摇下车窗，冲着我的背影喊道：苏田。我回头见他一只手搭在窗边，懒洋洋地挑着声音说道：如果没有更好的目标，记得考虑考虑我。我皱了皱眉，不知道他这话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。怎么说，我们也算一起长大的吧，还是这副德行。我嘟囔着往家里走，苏女士从厨房探出头来：回来了。饭菜的香味飘了出来，我不禁揶揄道：今年咱家皇后竟然亲自下厨啊。苏女士呢，当姑娘的时候是外公外婆大舅们的心肝宝贝，嫁人后是我爸的宝贝疙瘩。我爸这人5大3粗的，在外头脾气很大，对我也没少发脾气，但对苏女士一句重话都舍不得说。就算再忙再累，苏女士的大小事永远排在第一位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苏女士下厨的次数寥寥无几。我爸在家的时候就是她做饭，不在家就有阿姨，所以她亲自下厨，我还是觉得挺稀奇的。你今天不是去面试了吗？苏女士端着一盘菜出来：我做顿饭给你庆祝庆祝。一提这事儿，我就笑不出来了。没成功。苏女士一点也不意外，不等我回答，她就笑道：那更要庆祝了。
这分明就是盼着我找不到工作，好乖乖听他的安排去公司上班嘛。快去给你爸打个电话，问问他到哪儿了。我还没来得及答应，就听到我爸洪亮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：“老婆，我回来了。”他换了鞋，就迫不及待地朝厨房走去，做什么好吃的了。愣是没看到站在客厅里这么大的一个我。我心里暗暗嘀咕，这都习惯了，见怪不怪。饭桌上，苏女士再次提及贺云深，刚才是小申送你回来的吧？我无奈地咬着烧焦的鸡蛋，心中暗暗叹气。早知道苏女士今天下厨，我就该拉着贺云深出去吃顿饭再回来，也不至于让他这么惦记。苏女士满意的点点头，我就说你们俩挺合得来的，很合适呢。哪里合适了？我心中暗自嘀咕，妈，我跟你说件事。为了摆脱她的唠叨，我犹豫着开口道，其实我在巴黎谈了个恋爱。苏女士顿时满脸震惊，啊，你有男朋友了？不是，已经分手了。哦，那没事，不影响你和小申发展。苏女士似乎并未察觉到我的异样，依旧满心欢喜地说着。我无奈地看着她，心里暗暗叫苦，这可怎么解释得清楚？我只能胡乱找个借口，可是我还是忘不了她。话一出口，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，这演技也太拙劣了吧！贺青川那家伙3天2头出来刷存在感，谁能忘得了他？苏女士愣了一下，随即开始打探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你们还有可能复合吗？这个问题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只能尴尬地沉默着。你看你，什么事都不跟我说，这搞得苏女士皱着眉头，满脸疑惑，也没听青川说过呀。我在心里冷笑，和我谈恋爱的就是他，他当然不会说。看着苏女士一脸惆怅的样子，我心中纠结不已，要不要干脆把贺青川供出来算了？可还没等我开口，苏女士却先说道：“行，你不说就算了，我改天去找青川问问。反正你在巴黎的事多半是瞒不住他的。”我的眼皮子不受控制的跳了跳，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的咽了回去。是啊，迟早都会被发现的，就让苏女士去问吧，看贺青川到时候怎么解释。我在心里幸灾乐祸的想着，差点就笑出声来。晚上躺在床上，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，不知怎么的就点开了贺青川的微信。分手后一直没有删除他，当时就是想证明自己根本不在乎他。我在朋友圈里晒出和男性朋友泡吧出游的照片，幼稚的让人心疼。贺青川却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连个赞都没给我点。我们最后的聊天记录停留在2年前，他回国前的那个晚上，那时我们已经分手快2个月了。他突然给我发来一条消息，我回去后房子空着，你不介意偶尔帮我看看家吧？我当时还在气头上，回他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凭什么让我帮你看家？贺青川没有再回复我。其实那天晚上我就后悔了，好几次想要给他发消息道歉，可最终还是没有发出去。嘴硬的姑娘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没有说过舍不得他，也没有挽留过他，可后来我却还是偷偷的去了他的家，一坐就是半天，静静的发呆。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我茫然的拿起被压在身下的手机，一看顿时傻眼了。可能是我压到了手机，竟然给贺青川发了一个表情包，一个手托着一团火咧嘴笑的沙雕表情。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更糟糕的是上面还有一行自问自答的字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烧着了。哦，是我的心在为你燃烧。而且贺青川还回复我了，贺青川收到。我头皮一阵发麻，这是什么鬼运气？我可是有几百个表情包的人，偏偏就发了这一个。而且现在已经凌晨3点了，这个平时自律从不熬夜的男人竟然秒回了我的消息。我傻傻的盯着聊天页面，沉浸在丢脸的痛苦中无法自拔。贺青川的消息又跳了出来，大半夜不睡觉，就是在为我燃烧吗？隔着屏幕，我仿佛都能看到他脸上那一玩味的笑容。我彻底崩溃了，直接给他发了一个滚字。谁说文字没有声音呢？我感觉他一定能听到我内心的撕心裂肺的嚎叫。本以为他会继续调侃我，没想到他话锋一转，苏女士约我明天见面。不愧是我妈呀，这办事效率真高。我本想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继续装死，但又想起贺云深说过我和他相亲是贺青川点头同意的，一想到这里我就气不出来，阴阳怪气的回复他，可能是想去感谢你这个大媒人吧。贺青川回复道，免谈。我无奈的撇撇嘴，那你撮合我们相亲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安静了2分钟，贺青川才慢悠悠的回了一句，不然你能回来吗？贺青川却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，反而开始教训我，大半夜不睡觉是嫌病长吗？我隔着屏幕朝他翻了个白眼，我的心情开始变得烦躁起来。明明我一直固执的认为分手是因为他变心了，现在又觉得似乎我也有过错。不行，我不能这么想，我坚决不认。我摇摇头，不再去想这些，顺手把贺青川拉黑了。终于我感受到了一丝扳回一局的快感。苏女士最终也没有见到贺青川，说是他出差去了。我在心里狠狠地翻了个白眼，这家伙真够狡猾的。不过我自曝谈过恋爱并且还没忘记对方这件事，苏女士倒是挺在意的，也不再提贺云深了。我终于过上了几天清静的日子，苏女士不再逼我谈恋爱结婚，她的精力又转移到了其他事情上，比如
我再也没能睡个懒觉了。我无奈的认命了，一大早被苏女士唠叨着醒来。我眯着眼睛看手机，却看到了本应远在巴黎的闺蜜安然的留言。我下午3点到，来接我。我顿时愣住了，这货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下午3点出头，安然准时抵达。我看着她两手空空，疑惑地问：你没带行李？临时决定回来的，买了票从公司直接去的机场。她窝在副驾驶座上，眼睑下的2团乌青格外明显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遇上什么事了？她的目光淡淡地落在前方，沉默了许久，才缓缓说道：她上个星期邀请我回来参加婚礼，我本想拒绝的，这2天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回来一趟。我知道她口中的她是谁，心里一阵难过，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不放心安然一个人，晚上我陪着她一起参加了婚宴。酒店门口竖着新郎新娘的照片，经过时，我不经意地扫了一眼，瞬间她的眉头如同被拧紧的绳索，紧紧地皱在了一起。新郎的名字贾成宇，新娘周薇。周薇，这世界难道真的如此之小吗？见我盯着照片发呆，一动不动，安然停下了脚步。怎么了？我指着周薇的照片，语气中透露出一丝惊讶。新娘，她是贺青川的那个白月光。白月光？安然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贺青川竟然还有白月光，这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我只是猜测，他自己可没承认。不管他承不承认，他们到现在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这就足以证明我的猜测是正确的。这还真够巧的。安然的目光在新郎的照片上停留了片刻，脸上露出一丝戏剧性的笑容。我这也有个初恋呢。安然看起来显得很平静，仿佛真的已经放下了那段感情。我在脑海中设想了一下，如果是贺青川结婚邀请我，我肯定做不到像他这样心平气和的来参加。眼不见为净，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们找了宴会厅最里面角落的一桌坐下。安然中途接了个电话，她站起身来，我去就回。我在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，无聊地撑着下巴，目光在宴会厅里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穿梭。今天既然是周薇的婚礼，那么贺青川会不会也来呢？我忍不住四处寻找，却没有找到贺青川的身影，却意外地看到了另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在隔了几桌的距离外，贺云深正鬼鬼祟祟地在人群中穿梭着，那模样就像个做贼的一样。反正也没事，我顿时来了兴趣，站起身来朝着他走去。贺云深已经往宴会厅的后面走去，探头探脑地往走廊里的每个房间张望。我轻轻地放轻脚步，走到他的身后，然后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喂！贺云深被吓得像只猴子一样跳了起来。当他看到是我时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陪朋友来的。我好奇地跟着他。你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呢？嘘，小声点。贺云深紧张地示意我不要出声。此时我们拐了一个弯，宴会厅的嘈杂声渐渐远去，说话声在这安静的环境中显得格外突兀。我压低声音问道：你到底在找什么？我可以帮你。我在找我小叔叔。贺云深轻轻地推开一扇门。今天是周薇姐的婚礼，我爷爷怕她来抢亲，所以让我过来盯着。应该不会吧？你们贺家的人都这么幼稚吗？话虽如此，可想想周薇对贺青川的那点心思，他真的需要沦落到抢亲的地步吗？你懂什么啊？贺云深忧伤地皱起眉头。我小叔叔对周薇姐可是念念不忘，我爷爷装病逼他结婚他都不为所动，现在周薇姐要结婚了，你说他能不疯吗？我的眼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。他对周薇念念不忘，那是当然，他们肯定有过一段故事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虚心地向他请教。我听家里人说，小叔叔在巴黎谈了个女朋友，好几年呢，最后还是分手了。你也在巴黎，这事你不知道？我眨了眨眼睛，装出一副懵懂的样子，摇了摇头。你看吧，他隐藏的可深了，可见他对那个女生用情至深啊。贺云深颇为忧伤地叹了口气。我真的被他逗乐了，索性就陪着他闲聊起来。我摆出一脸迷茫的表情问道：那这和周薇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了。他白了我一眼。据我们所知，那几年他身边来往密切的女生就只有你和周薇姐，用排除法一分析，肯定不会是你，那就只能是周薇姐了。我就这么被他用排除法给排除掉了。我心中不服气，轻声问道：怎么就不可能是我？贺云深用看白痴的眼神瞥了我一眼。你当时就只是个小孩子，孩也的没边，我小叔叔会哄孩子吗？他又不是眼瞎。哦，我恍然大悟。无论从谁的角度来看，我和贺青川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，风马牛不相及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提出了一个假设，话还没说完就被拐角那边传来的脚步声打断了。贺云深探头看了一眼，顿时大惊失色。我小叔叔真的来了。我也愣住了，心中的那股紧张感瞬间蔓延开来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不断的下坠。刚才我还把贺云深当成个二货，现在看来，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。贺云深突然抓住我的手，慌不择路的随便跑进了一个休息室。我眼睁睁的看着他扒拉开衣柜的门，不由分说的就把我往里面塞。不至于吧？委屈你一下。贺云深也钻了进来。要是被他发现我在这儿，我就完蛋了。我正想反驳什么，却听见一道脚步声靠近。我根本不需要看，
就知道是贺青川，真是倒霉透了。他偏偏就站在衣柜外的玄关处一动不动。在这狭小而黑暗的衣柜内，贺云深紧张地抱着我的胳膊，呼吸都仿佛停止了。我在心里暗暗鄙视他的胆小，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小心翼翼地调整着呼吸。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害怕。贺青川一边往里走，一边打着电话，他的音色低沉而富有磁性。我到了，不会真被贺云深说中了吧？他真的要来抢亲？这个想法太荒谬了，我不敢再继续想下去。贺青川在等人，外面暂时没有了动静。衣柜的空间非常小，我和贺云深挤在一起，感觉格外难受。就在我快要忍不下去的时候，高跟鞋的声音响起，周薇来了。青川。周薇惊喜地叫着他的名字，声音中带着一丝沙哑，似乎是刚刚哭过。贺云深的手指悄悄地顶开柜门，从缝隙中往外看去。我的心情也变得复杂起来，忍不住也低头看了一眼。贺青川站在休息室巨大的落地窗前，周薇一走到他的跟前，眼泪就开始不停地流下来。他哭着哭着，直接扑进了贺青川的怀里。青川，你带我走吧，好不好？几乎是在同一瞬间，贺青川冷着脸推开了周薇。你找我来就为了说这些？我不想嫁给贾成宇。周薇显得手足无措，大概是被家里逼着联姻，她心中不愿意。她不停地说着，而贺青川始终没有搭话。周薇没有办法了，咬着嘴唇说道：我哥去世前你答应过他。似乎是意识到自己的话带有一丝胁迫的意味，周薇及时住了口。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，寂静的让人感到心悸。就在这时，啪的一声，贺青川点燃了一根烟，烟雾袅袅散开，模糊了他眉宇间的不耐。周薇。贺青川的语速很慢，却让人听了之后心生寒意。我答应过他要照顾你，这些年你从叶家拿到的东西已经不少了。周薇的脸色变得苍白，她张了张嘴，却又不敢再说话。我的心情也随之跌宕起伏。印象中我很少见到这样的贺青川，看来他对我还是手下留情了。我心中涌起一种捡回一条小命的庆幸之感。贺青川轻慢的话语中充满了嘲讽，只想着得到自己想要的，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，这可没有道理啊。烟抽到一半时，贺青川突然掐灭了烟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周薇哭得梨花带雨，苦苦哀求道：青川，求求你了。贺青川面无表情的回应：抱歉，我无能为力。眼看贺青川就要走到门口，周薇慌了神。贺青川的耐心已经耗尽，他用力甩开了周薇的手。周薇脚下穿着高跟鞋，一个踉跄，直接撞上了衣柜。我和贺云深两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，心脏仿佛都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。然而还没等我们缓过这口气，周薇的身体一离开，柜门便发出吱呀一声巨响，随之大开。衣柜外，周薇忘记了哭泣，而贺青川则静静地站住不动。衣柜内，我和贺云深就像两条被挤在一起的沙丁鱼，四双眼睛不经意间碰撞在一起，场面顿时变得十分尴尬。我看见贺青川下颌紧绷，努力克制住想要拧断我脖子的冲动，而贺云深这小子的脑子突然变得格外灵光，他乖乖地叫了一声小叔叔周薇姐，然后不好意思地解释道：我和苏田就是想找点刺激，没想到会碰上你们。周薇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贺云深，震惊的嘴巴都快张成了圆形。你们出去！贺青川冷厉地喝了一声，我们三个顿时齐齐一抖，然后又齐齐迅速地往门口挪动。就在我的脚刚踏出门槛的那一刻，领口蓦然一紧，贺青川毫不客气地拎着我的后领，将我拉回了房间。门被他重重关上，我再次被他塞进了衣柜。贺青川立在衣柜外，用他的身体死死堵住了我的去路。我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贺青川，你没病吧？他就那样静静地看着我，尾音微微上挑，玩刺激。我心中一阵心悸，抿着嘴唇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贺青川抱着双臂，耐心十足地和我对峙着，仿佛在说：跟我说说你们到底是怎么个刺激法。那气势无声，却又极具压迫力。我本来还有些内疚，觉得自己偷听了别人的谈话，现在却全都消失不见了。关你什么事？我硬着头皮顶了回去。你家住大海边啊，管得这么宽。贺青川竟然不生气，家住大海才能管你。他总是不按常理出牌，这个问题我无论怎么回答都是死路一条。你不也在这和周薇搂搂抱抱的吗？凭什么管我？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，这语气也太酸了。贺青川静静地睨着我，声音中满是无奈，又要为他和我闹。他的这句话轻易就把我的思绪带回了过去，可我找了一圈都没见到贺青川的身影。我还记得那天目睹周薇穿着我的睡衣从卧室里出来的情景，瞬间就炸毛了。我从客厅的茶几上抓起烟灰缸，吓得周薇缩到了墙角。我根本不理他，直冲卧室而去。周薇哆哆嗦嗦地说：青川公司有事，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。我满腔怒火，根本不相信他的话，眼泪不受控制的哗哗直流。我给贺青川打电话威胁他：贺青川，10分钟内你不出现，我们就分手。贺青川在电话里低声哄着我，半个小时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公司出事，他忙得焦头烂额，连续熬了几个通宵。可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那几天我和姐妹们跑到临时玩去了。当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正在公司开会。从公司到家里有半个小时的车程。当我见到贺青川进门的那一刻，我甚至都想把烟灰缸拍在他身上。
我的手都举起来了，可他却没有躲，双眼布满了血丝。我的心软了下来。贺青川把我拉进怀里，一遍又一遍地安抚我。他给我讲了整件事的经过，原来周薇和家里闹了矛盾，来巴黎的时候什么都没带，他只能联系贺青川。贺青川那天不在家，便把家里的密码告诉了周薇。至于周薇为什么会穿着我的睡衣，贺青川哭笑不得。不穿你的，难道让他穿我的？我有足够的精力和他闹，而他也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解释。那天到最后，他抱着我，下巴抵着我的肩膀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我不能说我不心疼他，但也不妨碍我事后就是重提。心情好的时候我相信他，生气闹的时候就又会把这些事拎出来。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我控制不住自己。贺青川身上似乎没有丝毫破绽，我非要给他添上一笔污点才觉得安心。时间久了，我自己都开始相信自己给他安上的那些罪名。如今贺青川依旧坦坦荡荡地提起他，这么一对比，我当初的卑劣行径简直无所遁形。我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平静地开口说道：不要自以为是了，我压根不在乎，有什么好闹的。贺青川忽然轻身靠近我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。那就试试看。是什么？我正感到茫然，视线突然暗了下来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的吻就已经封住了我的唇。那滚烫的热流瞬间贯穿了我的身体，我的脑袋仿佛被汹涌的浪涛一波波侵蚀。瞬息之间，我的理智终于回笼，我又羞又怒，疯狂地把他推开，失去理智般的抬手就是一巴掌。啪的一声，巴掌声清脆响亮。贺青川的嘴角都微微渗出了血丝。贺青川，你他妈无耻！我气得浑身颤抖，眼睛酸得厉害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还想把我当成玩物来逗弄吗？玩物？贺青川也被激怒了，他用手指捏住我的下颌，眼神阴郁。苏天，你这话都能说得出口？我被他强迫着与他对视，窥见他眼中燃烧着的怒火。整整6年，老子都让你骑到头上去撒野了，你说我把你当玩物？你是觉得我缺陪我睡觉的女人？不缺。我耷拉下眼皮，不敢看他，眼泪快要掉下来了，却又强忍着不让他流出来。那你去找啊，还招惹我做什么？正是因为以前我那么笃定他爱我，从没想过他会离开，所以当他突然抽身离去时，我才会如此委屈难过。贺青川顿了顿，捏着我下巴的手缓缓松开，他出口的话冰冷而失望。你是真的没有心？我怎么没有心了？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，我难受的不行。明明是你要和我分手的。贺青川慢慢把一根烟放入口中，点燃。苏天，我时常在想，那几年里我顶多算是你的一项消遣罢了。你兴致来了就给我喂颗糖，腻了就又去寻找别的乐子。早知道你是如此不靠谱的人，我当初哪怕拼了命也不会登上你的贼船。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心虚之感。确实，我在那段感情中确实有些不靠谱。那你当初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呢？我的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。还不够吗？贺青川的语气中满是讥讽的凉意。难道还需要我跪在地上祈求你才会满意？我被他的话呛得说不出话来。爱人者无需多言，被爱的人也不该有恃无恐。我明明已经得到了他的一切，却还心安理得地践踏了他的爱意。一根烟抽完，贺青川陷入了沉默。过了许久，他舔了舔唇角的血迹，自嘲地笑了笑。苏天，我是舍不得。我飞快地抬起眼眸看向他，心中的那根弦仿佛被猛地拨动，一颗心顿时乱了章法。我从未想过，竟然能让贺青川放下骄傲，说出这样的话。可他紧接着的话却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。他转过头看向一旁，声音沉沉的，仿佛带着刀子一般。我没耐心再陪你玩了。贺青川打开门离去。我怔怔地站在那里许久。我突然发现，似乎我和贺青川之间真正的结束并非在2年前，而是在这一刻。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涌上心头，喉咙一阵阵地泛着酸楚。我特别想哭，我想要追出去，却又没有勇气，只能站在热闹的席间，看着贺青川的背影逐渐消失在人声鼎沸之中。很多话就在嘴边，却又难受的无法吐露出来。我心事重重的离开，在酒店门口被贺云深拦住了。他皱着眉头，紧紧地盯着我，几次想要开口，却又欲言又止。这与他平时的风格截然不同。你不是用排除法把我给排除掉了吗？我无精打采地调侃着他。贺云深瞪着眼睛，满脸的气，却又不知该往何处发泄。正好安然开着车过来，他揶揄道：想问什么上车说吧，终究是要和贺云深说清楚的。我回来之前根本不知道要和你相亲。安然附和道：贺青川就是个卑鄙小人。贺云深郁闷地瘫在靠椅上，我怎么都没想到，你竟然和我小叔叔有一腿。他仿佛失去了人生的方向，他转过头问我，说：你是怎么把他搞到手的？我追的他，我坦然地承认，花了不少功夫才追到的。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，我和贺青川谈了一场不算长也不算短的恋爱，我们做尽了所有情侣该做的事情，我也对他说出了我所有的爱意。我自认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，可贺青川跟我提出分手的那天，我甚至都以为他在开玩笑，半天都没反应过来。我先送贺云深回了家，他下车后扶着车门站在那里，神色显得有些扭捏。他诡异地问了一句：苏田，我说如果你和我小叔叔没有这一段感情纠葛，你会考虑一下我吗？
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纠结这件事，但还是认真的想了想，然后如实回答他：不会。17岁见到贺青川的第一眼，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，我一定要得到这个男人。虽然最后的结局并不如人意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。贺云深不再说什么，转身离开了。回到家后，我久久无法释怀，我叹了口气，还是忍不住摸起手机，给贺青川发了一条道歉的信息：对不起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因为打了他那一巴掌，还是因为以前的那些事情而感到愧疚。然而这条消息就像石沉大海一样，贺青川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回复我。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再和我有任何瓜葛了。毕竟贺青川那样骄傲的人，分手后还能回头和我说不舍得，已经算是放下了自己的骄傲。而我却又打了他一巴掌，他的骄傲不允许他再在我身上付出任何感情了。12月，安然准备返回巴黎，送他去机场的那天，他对我说：今晚会下雪吧？天气预报说会下。我回应道。他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5年前我出国的时候，贾成宇送我来机场，也是在这个位置。他跟我说，幸好你今天走了，不然今晚下雪你肯定受不了。安然最讨厌下雪天，她出身不好，是从山区走出来的姑娘。以前小时候，每次上学要走7、8里的山路，一到下雪天，路就变得很难走。她的手脚经常被冻得几乎失去知觉，还经常摔伤，所以下雪天在她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。后来她被领养家庭带到了这座城市，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，但她还是很不喜欢下雪天。养父母对她很好，可惜在她高中的时候，双方遭遇了意外，离开了人世。有一次，安然酒后和我说起了一些胡话，幸好有他们的赔偿金，我才能来巴黎逍遥快活。她笑着说着，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，然后她咬牙发誓，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回去了。时隔5年，她为了贾成宇回来了。风很大，安然紧了紧大衣，说道：他答应1年后就会来找我的，最后却食言了。他的表情显得很淡然，仿佛已经释怀了，又或者是隐藏得很好。我那天和你说，相爱的人不管走多远都会重逢，其实是在骗你。他笑了笑，我也跟着笑了起来，然后伸手和他拥抱了一下，说道：我不管，我相信了。安然耸了耸肩，说道：那你就加油吧，反正我不会再回来了，以后谁结婚都别邀请我。你会回来的。我推着他往机场里面走。安然，你就是个心软的骗子。突然，安然惊呼道：咦，贺青川。我愣了一下，一抬头就看到一行人正迎面走来，西装革履的男人被众人簇拥着，从我的身边擦肩而过，他的眼神甚至都没有在我身上停留片刻。莫名的，我的鼻子有些发酸。原来，当他心里已经没有了我，他是可以做到如此冷漠的。分手2年后，我突然开始疯狂地想念贺青川。我想念曾经被他一边掌控，一边又可以恣意撒野的过去。我想念被他拿捏的那些小情调，一想起就会心跳加速。我可能真的是个变态。那条微信始终没有得到贺青川的回复，我也没有脸再给他发消息了。直到12月底的一天，我在抽屉里发现了一张化验单。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房间里，我明明站在阳光之中，却感觉浑身发冷，冷得直打哆嗦。原来苏女士并不是崴了脚，她对我说了谎。我爸也陪着她一起演了这出戏，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。他骗我回来，藏起了我的护照，逼着我结婚，只是因为他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陪着我，看着我一步步走进人生的另一个阶段。我的心仿佛被一点点撕裂开来，血肉模糊，痛不欲生。在这最绝望的时刻，我却恍恍惚惚地想到了贺青川。我颤抖着拨通了他的电话，听到自己沙哑的嗓音，低声祈求道：贺青川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我没有哭，只是在祈求。话筒里一片寂静，贺青川没有理我，电话被他干脆利落地挂断了。这正是他的风格，他向来都是如此有原则且果断的人。然而在我身上却拖泥带水地耗费了这么多年，这着实是个例外。我自嘲地笑出了眼泪，估计等他日后回想起这段经历，都会懊悔不已。在贺青川的人生历程中，我绝对算得上是他最大的败笔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吵闹的脚步声在房子里来回响起，我不清楚到底是谁来的，只觉得这喧闹声让我心烦意乱，于是紧紧抱住头，捂住耳朵，渴望将自己藏进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连抬头的欲望都没有了。很快，好几个人走进了房间，随后便齐齐安静了下来。没过多久，就有人离开了，四周陷入一片寂静。轻轻落在我头上的那只手，带着温柔的触碰，我浑身颤抖着，却始终不敢抬头。我害怕与他四目相对，害怕他会看到我如雨水般滑落的眼泪。贺青川蹲下身来，与我相对而视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地搂着我的肩膀，将我拥入怀中。他依旧耐心地哄着我，然而却拒绝了我的请求。我愿意和你结婚，但绝不是在这种情况下。我还没来得及感受到被他拒绝的尴尬和丢脸，就被突然冲进来的苏女士给打破了。她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和贺青川，仿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捂着心口朝楼下大喊：老公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爸急匆匆地冲上楼来。当他看到我和贺青川的那一刻，我原本以为会出现痛心疾首的场面，但他却只是愣了3秒钟。随后他突然放声大笑，笑得弯腰拍打着大腿，那得意的神情仿佛在说：
哼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跟我作对，现在得叫我爸了吧？我本来已经伤心欲绝，现在更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接着，我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等我悠悠醒转过来，贺青川已经离开了。我妈愧疚地对我说：“娜娜，妈对不住你，那个化验单不是真的。”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乌龙。苏女士确实去做了化验，但凑巧的是，当天有一个和她同名同姓的病人。她一开始也以为是真的，所以我爸妈才打电话让我回来。谁能想到我还没下飞机，他们就发现了这个错误。但既然我已经回来了，他们索性将错就错，安排我和贺云深相亲，就是希望能让我收心，不要再往外跑了。听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才发现自己真是个大冤种。想到自己哭着求贺青川和我结婚的那副窘迫模样，我的脸瞬间烧得通红，仿佛丢尽了脸面。不过转念一想，我又从中品出了另一种味道。他说他愿意和我结婚，这是在暗示什么吗？似乎还有转机。一直到春节，我和贺青川都没有任何动静。我爸首先沉不住气了，他眼巴巴地看着我，那表情就像是在说快点吧，我都等不及让他喊我爸了。这么着急，你自己去嫁。我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，你这孩子。我爸抬手做事要揍我。苏女士横了他一眼，他才乖乖地把手放了下来。囡囡，你跟妈说说。苏女士坐到我旁边，你不是一直说忘不了他吗？怎么现在没动向了？一提这事儿，我就感到十分沮丧。我给他吓跑了。啊！苏女士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似乎是为了弥补我吓跑了得意女婿的罪过。年后，苏女士以拜年为由，软磨硬泡地把我一起带到了贺家。我感到非常尴尬，但还是强忍着笑，一张脸都快笑僵了。不过回来的时候倒是收获了一堆红包，他也不生气，剥了一颗橘子塞进嘴里，然后指了指楼上，他在楼上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心慌，虽然没有见到贺青川，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走到了阳台。贺云深那家伙不知趣地凑了过来，来找我小叔叔呢。我窝在阳台的座椅上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谁说我要去找他了？我嘴硬地说道。哼！贺云深显然不相信我的话，为了争一口气，我真的没有去找贺青川。直到晚宴的时候，我才在饭桌上看到了他。在家里，他穿着休闲的衣服，浅色的毛衣显得清冷而慵懒，抵在毛衣边缘的那一点喉尖格外突出，透着一股勾人的色气。我迅速转过头去，假装镇定。然而倒霉的是，贺青川正好坐到了我的对面，长饭桌的距离不到2米，我的视线根本无法从他身上移开。贺青川从下楼到坐下，就好像完全没看到我一样，低垂着眼眸，慢条斯理吃着饭。桌上的气氛很融洽，我也没听清旁人在说什么，心思全在贺青川身上。饭吃到一半，贺青川站起身来，和桌上的人说了声慢用，然后头也不回地上楼去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眯起眼睛笑了。旁人或许不知道，但我心里清楚得很，我和贺青川一个比一个玩的变态。他一心想掌控我，我一心想掏空他，乐此不疲地玩着一次比一次过火的游戏。就在他上楼不到1分钟，我的手机响了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上面只有2个字：上来。你说上去就上去，没那么容易。我慢吞吞地吃完饭，还坐在饭桌上听长辈们唠了一会儿嗑，才磨磨蹭蹭地起身上楼去。2楼的一道门开着，我心知肚明地走了进去。偌大的房间里没有人影，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水声。我慢慢地移到门口，礼貌地敲了敲门：“贺小叔叔，你还好吧？”其实我根本不是那么好心。还没等我得意多久，浴室的门打开了，一只手从里面伸出来，搂住我的腰，猛地往里一拽。天旋地转之间，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脸，视线就突然暗了下来。首先闻到的是清凉的烟草味，下一秒我的唇就被他封住了。他吻下来的那一刻，我的心也跟着狠狠地颤抖起来。上一次在休息室的衣柜里，他吻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想投降了，而这一次，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缠上了他。贺青川像是在进行着某种报复，将这个吻粗暴地加深。我的心跳急剧加快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最后他仍不解气，在收尾时恶劣地咬了一口。亲完后，他的唇依旧紧贴着我的唇，低低地笑着。这么容易就乱了阵脚？我心中瘙痒难耐，轻声应道：“你以为我之前说没耐心陪你玩是什么意思？”贺青川咬着我的唇，眼中满是得逞的笑意。我想要光明正大的和你玩，你要是再晚来2天，我就能直接带你去民政局了。这个诡计多端的男人，我又一次被他玩弄了，但我却无力抵抗，他的气息灼人。新的1年了，做吗？你疯了！我的心肝都在乱颤，稍微矜持了一下，楼下那么多人呢。贺青川喉咙中发出一声哼笑，扶着我的脑袋，加深了这个吻。他太清楚我的口是心非了，我被他吻得晕头转向，意识开始变得迷乱。贺青川沙哑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坏意：“你不就喜欢这种感觉吗？”26岁的贺青川身处巴黎，受友人之托前往机场接回一个小姑娘。17岁的他拖着行李站在阴雨连绵的街头，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你本人比照片上还要好看。”初次见面，这个长相娇俏的姑娘丝毫没有胆怯，弯弯的眉眼紧紧地盯着他。贺青川从他父亲那里听闻了一些关于他的事迹，难管大胆，野性十足。他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，
人啊，果然不能被外表所蒙蔽。有的人看起来乖巧，骨子里却透着一股叛逆。17岁的苏田完美的契合了这一点。他胆子很大，凑近嫣然一笑：“我以后该怎么称呼你呢？贺小叔叔。”贺小叔叔这4个字被他用舌尖轻轻挑起，别有一番情调。贺青川咬着烟，突然笑了起来，笑意浅浅，在唇边稍作停留后便消失在凉风中。小姑娘静静地盯着他看了几秒，然后站直身体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你笑起来很好看，以后少笑点。贺青川不理解小姑娘的思维方式，也没有心思去理解，他不至于对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有什么想法，他只是尽自己的责任，把她领回家，之后的事情就和他无关。此时的贺青川已经忙得不可开交，把她放在家里后，便转身去忙自己的事情了。直到好几天后的深夜回家，他看到小姑娘抱着枕头窝在沙发上，眼睛红红的。看到她后，他不好意思地别过脸，都怪电影太感人了。贺青川觉得好笑，揉了揉眉心，嘴上却很硬。明明是因为害怕陌生环境，而几天都没睡好，却还要找理由。或许是出于对他这个远离父母朋友的小姑娘的同情，又或许是因为丢下她而心生愧疚。贺青川抱着鼓励她的想法，给她讲了一个故事。一个8岁的小男孩被母亲带到巴黎，母亲很忙，小男孩常常1个月半个月都见不到他的人。他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觉，晚上害怕的时候就躲进衣柜里，狭小的空间总能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全感。慢慢的，他不再害怕。人的一生，孤独是常态，而陪伴却是一种奢求。贺青川漫不经心地调侃他：怎么17岁的人还比不上一个8岁的孩子勇敢？小姑娘却没有理会他的调侃，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他，然后满是同情地问道：贺小叔叔，你小时候这么可怜吗？贺青川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他正准备起身，就听到他小声嘀咕道：那以后我就勉强陪你吧。小姑娘真的困了，白皙的手指勾着他的一缕衣摆，窝在沙发上沉沉睡去。长夜寂静，贺青川突然心生怜惜，没有起身惊动他。晚上他出门跑步，他也会像模像样的买一堆装备，跟着他一起出去。那晚之后，小姑娘果然履行了她陪伴他的诺言。白天他一个人在家，他的微信就一直响个不停。他看了什么电影都会和他说，看了什么书也会和他分享。到了吃饭的时间，他会高兴地喊他一起出去吃饭。只是他没跑几步就跑不动了，却还理直气壮地说：我在这里等你，你跑回来我们就一起回家。一开始贺青川觉得很头疼，但想到他在巴黎举目无亲，能说话的人只有他，所以虽然有些不自在，还是忍了下来。他去上班，他就央求他：你带我去公司吧，我保证安安静静的，不会打扰你。贺青川哭笑不得，明知他是无聊，想和他出去找乐子，他还是把他带去了。一开始他还老老实实的待在他的办公室，窝在沙发上戴着耳机刷剧玩手机。到了饭点，就高高兴兴的喊他带他出去吃饭。没过几天，小姑娘就和公司里的男女老少都混熟了，顺理成章的把他晾在一边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个多月。小姑娘入学后，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奔向了她的草原。她提前熟悉了环境，搬到学校住得很开心。偶尔放假回来住上几天，就会絮絮叨叨的和他说在学校的好玩事儿，然后把他家弄得一团糟，小嘴巴拉巴拉的，把他吵得无法安宁。但假期一结束，就拍拍屁股跑了，常常好几天都不给他发一个信息。他简直把他的家当成了旅馆，来去自由，随心所欲。贺青川心想，这小丫头着实没什么良心。日子缓缓流逝，他隐约觉得有些不一样了，却又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对。直到第2年的春节除夕晚上，小姑娘发来一个视频，她身处团年宴上，家里来了很多人，人声嘈杂。18岁的小姑娘穿着喜庆的红色毛衣，宽松的毛衣把小小的她裹得慵懒可爱，像是喝了酒，脸颊红扑扑的，和她说新年快乐。贺青川看了看自己这头的冷清房间，不自觉地笑了。巴黎没有春节，他也没有。他冷淡地回了声谢谢，正准备挂断电话，小姑娘却醉眼朦胧地喃喃道：贺小叔叔，我有点想你了。贺青川莫名的高兴起来，我看你玩得挺开心的，还有空想我。小姑娘皱起小眉头，真的，我现在都想去找你了。别瞎说了。贺青川不想再和她纠缠，这姑娘的嘴真是骗人的鬼。这通电话，贺青川以为她是喝多了，也没太在意，但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了。小姑娘再次返回巴黎，贺青川去接她，在人来人往的候机大厅，小姑娘跑过来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那些惹人遐想的话，她毫不羞涩地说出口：贺小叔叔，我想死你了。贺青川将她从自己身上拎起，语调中带着一丝玩味，别随随便便就抱住一个男人，然后说想他。他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压根就没把他当做一个男人来看待。我才不是随便的人。小姑娘踮起脚尖，脸上带着嬉笑。我只抱你。贺青川额角的青筋微微跳动，不想再搭理他。小姑娘却像个小尾巴一样，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，小脸在他手臂上蹭来蹭去，十分认真地问道：我已经成年了，可以追求你吗？贺青川的脚步猛地停住，像是被晃了一下。平生第一次，他被一个小姑娘搞得乱了阵脚。不过他很快就冷静下来，
直截了当地拒绝道：“不可以。”开什么玩笑？一个毛头小孩懂什么喜欢和爱？他可没那个耐心去哄孩子，这行为着实有些禽兽。贺青川没想到小姑娘竟然如此执着，真的把追求她这件事提上了日程。在学校的时候，他也不忘早晚联系她。通常早上的句式是：“贺小叔叔，早上好，这又是想你的一天呢。”晚上则是：“贺小叔叔，晚安了，今晚我肯定会梦见你的。”贺青川深知这小丫头片子就会哄人，但每次看到这些消息，他的嘴角还是会不自觉地上扬。假期回来的时候，为了表明自己喜欢他的决心，他甚至开始学做饭了，信誓旦旦地说要给他做一顿饭，差点把他的厨房给烧了。这条路走不通，他就转换了方向。他经常待在书房，他就逼着自己看书，希望能和他有相同的兴趣。虽然每次都坚持不了半个小时，就转头去玩手机或者直接睡着了。小姑娘坚持不懈地向他表白，践行这3天来一次小惊喜，半个月来一次大惊喜的原则。小惊喜就是某个时刻突然冒出一句：“贺小叔叔，我喜欢你。”大惊喜则是花费一番力气，在他家里挂上气球，点上蜡烛，通过外卖准备一桌烛光晚餐，时不时给他一个小惊喜。贺青川看着他孩子气地做这些事情，既觉得好笑又觉得无奈。他转念一想，不过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孩，3分钟热度而已，很快就会消停的。没想到他竟然能坚持1年多。他19岁生日的那晚，其实贺青川还是想拒绝的，可当听到他虔诚的许愿说：“请让贺青川落入我手中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他。”他的心还是忍不住颤抖了一下。真的会好好对待他吗？他之前一直坚信小姑娘没定性，变来变去是常事，怎么能相信她的鬼话呢？但当他扑进她怀里，搂着她的脖子，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一辈子爱她时，贺青川竟然相信了。朋友提醒他，小姑娘心性不定，可能随时就跑了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玩玩就好，别太认真。贺青川不以为然，调侃道：“我不至于连留住人的魅力都没有吧？”28岁的贺青川已经足够成熟稳重，但这1年他却开始谈了一场自己都无法掌控的恋爱。他患得患失，心中的情绪难以言说。小姑娘的世界丰富多彩，肆意飞扬，而他的世界就像那晚除夕时的一世清寂，平淡无奇。他黏着她，依赖她，又时不时远离她，似乎在他的世界里，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落。小姑娘爱玩爱闹，玩起来没个分寸，经常让人找不到她的踪影。在巴黎的凌晨，去一个个他常去的酒吧找她成了贺青川的常态。他本应该生气的，但看到醉醺醺的他挂在自己身上，眼神迷离的缠着自己，他就一点气都生不出来了。他总有无数个一时兴起的想法，和一群狐朋狗友说走就走，一上飞机就没了踪影。贺青川要是不找他，他都不会想起自己还有个男朋友，应该和他说一声。和他说过之后，然后就理直气壮的失踪半个月1个月，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有时贺青川也会生气，小姑娘却挺有道理：“你别担心了，和我一起出去的都是我的同学朋友，不会出什么事的。而且要是出了事，他们也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。”小姑娘不正经的在他耳边吹气：“你可是我的第一紧急联系人哦。”他总有办法撒娇，轻易就能把贺青川说服，独自惆怅的叹了无数次气。小姑娘向来没心没肺，一通电话打回来说想回家吃饭。28岁之前，贺青川从来没有等过谁，都是别人等他。他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，他却临时变卦不回来了。那几年，贺青川不知道倒掉了多少桌完好无损的凉菜。明明是他嚷嚷着要过各种节日纪念日，他买了蛋糕、鲜花和礼物，他转头却和他说别等他，要和朋友一起庆祝。和他在一起之后，他却成了那个等待的人。很多个漫漫长夜，他枯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把买来的蛋糕摆在桌上，一根蜡烛燃尽了，就再点一根，反反复复，直到最后一根蜡烛燃尽。然后在他回来之前，把蛋糕和鲜花丢到楼下的垃圾桶里。他怕他有愧疚感，也怕他觉得自己再牵绊他。贺青川时常安慰自己，一个大男人何必这么矫情？他年纪小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偶尔他也会心酸的想，我好像只是被他抽空爱着罢了。朋友都笑话他，你别这么惯着他，这样他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贺青川无奈的叹气，你以为我不想啊？他也想有原则呀。可抵挡不住小姑娘会哄人，他身娇体软，撩人起来不知疲倦。他这老房子像是着了火一样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说小姑娘不爱他吧，也很难说。他迷恋她的一切，闻她穿过的衬衫，收藏她的袖口，迷恋她的声音、手和身体。他看她的目光深情而迷离，他会贪恋的躺在她怀里，热烈疯狂地与她缠绵每一个夜晚，在她耳边说着滚烫的情话。他真是个要命的小妖精。所有人都认为贺青川始终掌控着这段关系，因为人们看到的是他一如既往的冷静从容，而小姑娘乖乖软软地赖在他身上，满眼柔情。但没人知道，贺青川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毁灭吧。随他去吧，反正他玩够了，累了，总会回家，回到他的身边。
也有目光敏锐的朋友提醒他，他的青春正美好，你的青春已经结束了，还要陪着他耗下去吗？贺青川不置可否，那就耗着吧，他还是有这个自信的。小姑娘总会长大，会成为他的妻子，安安稳稳地留在他身边。贺青川意识到自己是个笑话的时刻，或许是在某一次逛街时，当时他在隔壁买奶茶，而他驻足在一间商店的橱窗外，橱窗里展示着一枚昂贵耀眼的钻戒，而他一眼就看出那是他的手指尺寸。姑娘买完奶茶回来，问他在看什么，他抬了抬下颌，示意橱窗里的钻戒，说这枚钻戒适合戴在他手上。姑娘咬着吸管，狐疑地问他是不是想和他求婚。22岁的姑娘脸上满是惶恐，贺青川不知为何一下子就失笑了。他本想摇头拒绝，但还是按捺不住试探道：“如果我这么做，你会接受吗？”姑娘连连摇头，说自己才22岁，结婚太早了。他低头笑了笑，可心中却不禁想到自己已经31了。贺青川突然意识到，在他飞扬多彩的世界里，他只是一个可以随时停泊的港湾。他来去自如，回来时热烈，离开时洒脱，似乎从未在意过这个港湾的风雨飘摇。他自嘲地想，这种感觉真是让人挫败。那枚钻戒他悄悄买了回来，又多次拿出来又藏回去。2年时间里，他数不清自己往返巴黎的次数，也数不清多少次目光在他身上徘徊，目送他消失在人海。那没心没肺的姑娘只知道哄人，口口声声说爱他离不开，可他一走，他就急不可耐地投入花花世界，流连忘返。他每每咬牙切齿，却又不动声色，在夜深人静时翻开他的微信，看着他和其他男人勾肩搭背，气得想立刻把他拎回来，把房间上锁。他最爱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还不回来，然后又被自己气到，担心他真不回来了，被外面的女人勾走了。他在这边被各路人马催婚，他却逍遥快活，把他抛之脑后。当他的父母来家里提出相亲请求时，他若无其事地替贺云深答应了。他不想认栽，说服自己把人留住才好。再见他时，他不想让他得意，便若无其事地试探。姑娘果然情不自禁地回应，他一边欣慰，一边又感到挫败。他可以不回应他的爱，但绝对会回应他的情绪。很多时候，他都想自我妥协，继续等他，哪怕只是抽空爱他一下也好。34岁的贺青川嘴里说着不陪他玩了，可心里却在琢磨找个好日子把他拖到民政局。他告诫自己不能因为要脸就不要老婆了，可没想到姑娘先急了，于是顺理成章地把他弄回床上，第二天送到领证。拿到红本本时，姑娘一脸惆怅，说自己本来规划要27岁才结婚。他冷笑不已，说自己到时的36了。姑娘眨眨眼，又软软地蹭到他怀里撒娇，说他在自己心里永远年轻玉树临风。他嘴上说着不吃这一套，可内心的 DNA 又动了。他深知自己不是不争气，而是他过分会撩。